宋爷爷最新一期节目中，节目组带着整个团队直接来到了爱宝乐园的室内园区进行录制。当然，这已经是下班点了，可以看到窗外的天已经黑了，看来韩国人晚上是真的不用睡觉了。为此，节目组还给宋爷爷准备了大桶的咖啡，看这个量，感觉这是要聊到天亮。宋爷爷先是给主持人讲解了一下内场的布置，现在看宋爷爷参加综艺的频率，果真江爷爷真的不再出镜了。自从江爷爷送福宝回国后，真的没有再录制过新的韩国综艺，而这次宋爷爷节目中聊的也不再是福宝，现在改聊瑞宝和辉宝了。不过当宋爷爷聊着瑞宝和辉宝时，还是会不自觉地提起福宝，将瑞宝和辉宝做对比，可见初恋熊在宋爷爷心中的位置真是已经深入骨子里了。宋爷爷讲到，现在每到下班点，园区的引导员通知熊猫馆即将闭馆时，瑞宝和辉宝就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回家了，这时他们的神态就会慌张起来，想赶紧找个地方躺起来，不想回家。宋爷爷表示，如果这时要是出来晚了，辉宝和瑞宝爬到树上就麻烦了，因为这时的姐妹俩不管是用甜言蜜语还是用美食都是吸引不下来的。宋爷爷表示，姐妹俩对抗下班的方法完全比福宝那时更加难办，甚至现在看来福宝那时都显得温柔了。福宝喜欢听甜言蜜语，只要自己哄哄福宝，福宝就会立马跟自己回家，反正就是福宝再怎么不愿回家都不会往树上爬，顶多出来2个饲养员给其抬回去，因为这时的福宝已经100多斤了，一个人是很难抱得动的。不过宋爷爷表示，这样接福宝下班反而很幸福，言外之意就是瑞宝和辉宝现在下班令自己很不过对于宋爷爷来说，更多的是痛并快乐着。现在宋爷爷的生活可谓是已经离不开宝家了。宋爷爷分享了自己与妻子的聊天记录，就连和妻子的聊天都是与宝家息息相关的。不过宋爷爷的妻子也是很喜欢宋爷爷给自己分享宝家每天的生活。宋爷爷和妻子有着共同的喜好，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同时想必这也是宋爷爷在照顾宝家时背后最大的精神支撑。今天宋爷爷分享了给双胞胎熊猫宝宝用盆喂奶的画面。宋爷爷表示，第一次用盆喝奶的瑞宝和辉宝些许有些困难和不适应，有时候甚至看到奶水在盆子里还会生气，不想去吃它。爷爷表示，如果想让熊猫宝宝适应喝盆奶，还需要一定的时间。而宋爷爷这一次的日记中，除了分享了熊猫宝宝的生活，还在日记中提到了爱宝。爷爷讲到，现在爱宝每天大约能吃25公斤的竹子，制作20公斤的青团，同时也会吃一定量的窝头、苹果、胡萝卜。爷爷表示，在这段时间里，自己忙于照顾2只熊猫宝宝时，自己从爱宝这里得到了很多快乐的能量。爷爷表示，每次看到爱宝在照顾熊猫宝宝时，总是感觉很神奇，而且爱宝照顾熊猫宝宝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道理，比如爱宝会和熊猫宝宝一起睡觉，一起打闹，这些丰富的感情动作让宋爷爷感觉到很神奇。而且随着熊猫宝宝们的长大，辉宝的腿部肌肉和平衡能力越来越强了，但瑞宝走路还是有点踉踉跄跄。除此之外，爷爷又分享了分辨2只熊猫宝宝的方法。爷爷表示，瑞宝瞪大眼睛时能看到眼睛里的眼白，而且瑞宝的颜色黄的更匀称一些，而辉宝则是一句更强壮概括了。今天辉宝看到爷爷来了，来到爷爷身前和爷爷打招呼。爷爷问辉宝怎么没有带瑞宝一起来玩，辉宝想爬到爷爷身边和爷爷贴贴，无奈饮水盆阻挡了辉宝的脚步，辉宝的小拳头都湿透了。而此时瑞宝正躺在地上挠痒，潇洒的二姐模样和福宝姐姐气场很像。同样的，瑞宝看到爷爷来了也很兴奋，坐起身和爷爷玩耍。一会儿爱宝吃饱后开始给2只熊猫宝宝喂奶，此时刚好瑞宝在房间，爱宝顺手给瑞宝拿过来，先给其舔了舔屁股，而辉宝此时则一直在一旁玩耍着，用水来充饥。爷爷表示让辉宝等待一下，马上就轮到辉宝了。此时瑞宝吃完奶，爱宝想为其舔屁股，但瑞宝一点也不听话，在爱宝身上翻来覆去的，最后一屁股坐在了妈妈的脸上。看完2只熊猫宝宝后，爷爷来到福宝这里，此时福宝正在室内园区营业，爷爷给福宝制作了竹子小飞机当做礼物。福宝凑上前仔细闻着竹子小飞机，福宝闻了一会儿，莫名的流起了口水，看样子福宝是想将其吃掉了。下一秒福宝便抱着竹子飞机啃了起来，看样子这一下宋爷爷无法回收展出了，等着只能捡点竹子飞机的碎片回去了。今天爷爷下班后还去参加了自己的新书签售会，爷爷像是个大明星一样，许多姨姨都来和宋爷爷合照，爷爷还收到了很多姨姨送给自己的礼物。今天姨姨起了个大早，来到爱宝乐园看福宝，但这时依旧有比姨姨起得还早的姨姨已经在排队了。等姨姨到达福宝园区时，这时已经10点25了。
此时福宝正在树上睡觉，依依欣赏了一会儿福宝这曼妙的睡姿，看到福宝没有要醒来的意思，转身来到旁边的乐宝园区前。此时乐宝正在室外园区玩耍，这是福宝最近一直向往的地方。由于福宝前几天越狱了，这几天爷爷限制了福宝去往室外园区。此时乐宝感觉到时间已经到饭点了，乐宝来到门口，让奶爸给自己开门，自己好回室内吃饭。一会儿11点15，依依再次排队回来，这时福宝还在树上睡觉。依依一看福宝还在睡觉，立马再次去排队，没有一点犹豫。等依依回来时，已是中午12点了。福宝这是起来吃午饭了。福宝坐在小亭子上，给自己醒了醒神，然后来到了草丛里。草丛里面的这块大石头成了福宝产青团的地方，而福宝所产青团的位置，小草长得格外茂盛。福宝产完青团，再次回到了小树上。无聊的福宝现在除了吃饭就是睡觉，而隔壁的乐宝此时正在室内园区吃胡萝卜。胡萝卜吃完，乐宝低头回味着刚才胡萝卜的味道。等乐宝吃完后，便躺在了小亭子上继续睡觉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江爷爷烫头的样子？随着双胞胎熊猫宝宝的长大，以及2个爷爷分别出了属于自己的书后，除了福宝一家人气飙升以外，2个爷爷最近也一直在陆续接受着各种采访和节目录制。而今天江爷爷又在园区接受了新的采访，而江爷爷现在所处位置便是福宝和乐宝的园区之间。主持人问道：现在2只熊猫宝宝渐渐长大，性格上有没有区别？江爷爷表示是有的。辉宝的性格较为稳重，在吃饭时通常都是一次吃个饱，中间不会停顿玩耍，性格比较像爱宝。而瑞宝的话，每次吃一点点就不吃了，比较活泼好动，偶尔还会搞怪，有点像乐宝，天生的搞笑细胞。之后主持人又问道：爱宝在照顾双胞胎熊猫宝宝时，和当初照顾福宝时有什么不同？江爷爷回答道：现在熊猫宝宝所生活的房间就是之前福宝所生活的房间，当时福宝只有自己，所以爱宝的爱全都给了福宝。而到了双胞胎这里，爷爷表示，在野外大熊猫在生产双胞胎后，一般只会从中选择一只身体健康强壮的，对其进行抚养，另一只大概率会被抛弃，因为大熊猫的奶水有限，无法满足2只熊猫幼崽的需求。所以在双胞胎熊猫宝宝出生后，饲养员选择了让爱宝自己带一只，另一只则由饲养员带，然后每隔一段时间让其进行更换生活环境。江爷爷还分享到，之前在福宝小时候，福宝连吃母乳15天，但一直没有拉青团，江爷爷很焦急，都吓坏了。江爷爷便立马给我国专家发信息，直到看到我国专家回复这是正常现象后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今天福宝出门上班，又给自己开辟了一条新道路。福宝出门后，姨姨们都以为福宝会直接去小亭子上吃窝头，谁知福宝这时径直向窗边的小树丛走了过去，这让对面窗外的姨姨们惊呼连连，这也算是福宝的花式宠粉了。之后福宝又来到关景竹的窗户前，福宝蹲在窗前和窗外的姨姨们打招呼，福宝站起身还和姨姨比了比谁高，目测福宝这身高至少1.65米。刚和姨姨们打完招呼，福宝转头就开始释放自己刚才名门淑女的形象，瞬间消失不见了。看来刚才福宝在室内时吃了不少好东西。福宝给自己清了清肚子后，这才来到了小亭子上，坐在小亭子上，从竹子堆里找出了爷爷为自己准备的窝头，开始享受自己的美食。福宝吃窝头的习惯就是咬一口窝头后，然后立马仰起头咀嚼，这样不仅容易消化，窝头还不容易掉出来。吃完手里的窝头，福宝又细节地舔了舔掉落在自己小肚子上的窝头残渣，窝头全部解决干净后，福宝便开始吃竹子了。而依依这时观看时间到了，等依依再回来时，福宝坐在了通道门口，身旁还有一堆竹子，但是福宝也没有吃。不知道福宝的小脑袋里在思考着什么，或许福宝也有自己的烦恼。福宝就这样一直坐在门口等待着。一会儿爷爷给福宝把门打开了，但福宝没有理会，不知道福宝是不是走神了。爷爷给福宝把门关上时，福宝又动了。爷爷再次把门打开，但这时福宝依旧没有要回去的意思，而是继续坐在门口。一会儿福宝从通道门口来到了小亭子上，看样子福宝今天的情绪不是很高。等下班回去后，爷爷们要好好哄哄福宝才行。